为了给老婆做骨髓移植手术，我卖了跑车，刷爆了信用卡，凑够120万的那天，我攥着银行卡冲向缴费窗口，却被告知余额不足。我一查，卡里只剩1.23元。回到家，老婆正敷着面膜刷手机，说钱都给他弟全款买房了，没房子他弟结不了婚。我说这可是他的救命钱，他却不以为然，还说就120万而已。我那么多兄弟，凑一凑不就有了？别耽误他手术。看着他那张精致的脸，我忽然笑了。这一次我不想再忍了。陆先生，您这张卡的余额不足，扣款失败。不可能，你再刷一次。这张卡里有1个小时前刚汇进去的120万，这是我爱人的骨髓移植手术费和后期的抗排点保证金，1分都不会少。你重新刷。陆先生，您看，您这张卡里的可用余额仅剩1.23元。为了凑齐这笔120万的救命钱，我这3天活得像条疯狗，还把婚前全款买下的那台保时捷以低于市场价30万的骨折价直接扔给了二手车商。我还抵押了代步车，预支了公司仅剩的流动资金，刷爆了信用卡，拆东墙补西墙，终于凑够了120万。那是苏婉的命。这是什么时候转的？后面还有人在排队，您看您这费还缴吗？如果不缴，预定的无菌舱明天就要安排给其他病人了。我等会儿再来。我拿命换来救他命的钱，他全转给了那个25岁还在啃老、整天游手好闲的弟弟。真让人火大！给我等着！强子，姐跟你说，这沙发必须买全真皮的，别心疼钱。你马上要结婚了，不能让女方觉得咱们家寒酸。放心吧，姐，这套市中心的180平大3居全款拿下，整整118万，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。不过姐夫他不会发现吧？发现又怎么样？他是我老公，他的钱就是我的钱。我们苏家就你一根独苗，你不买这套房，家怎么肯跟你领证？姐能眼睁睁看着你打光棍吗？可是姐，那钱不是姐夫凑来给你做骨髓移植的吗？你姐夫是大老板，你还怕他弄不到钱？他这人就是抠门。为了我的命，他去借点高利贷怎么了？反正不能委屈了你。真是精彩啊！姐夫，陆远，你不是在医院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120万，全款市中心大3居，房产证写苏强的名字。苏婉，你知道为了这笔钱我卖了什么吗？你吼什么吼？陆远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我弟马上要结婚了，女方逼着要市中心的房子，我不帮他谁帮他？我们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我为了凑这笔钱贱卖了跑车，抵押了公司，刷爆了信用卡。我在医院像孙子一样求医生留无菌仓，你转头去给你弟弟全款买房。现在医院账户只剩1块2毛3分钱。那咋了？去跟你那些发小低个头，凑120万很难吗？你要是连这点钱都不愿意借，就别耽误我，离婚吧。好。陆远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那120万是我卖掉婚前跑车的个人财产，你未经我允许私自转走，属于盗窃与非法侵占。你吓唬谁啊？我是你老婆。法官会告诉你什么是老婆的权利。你的病，我1分钱都不会再出。去找你弟吧，看他肯不肯卖婚房救你。陆远，你敢走出这个门试试？你信不信我马上发朋友圈让你身败名裂？随便你，但我保证，接下来我会让你们一家人把吞进去的每1分钱连皮带骨的全吐出来。老陈，我这有个案子，婚前财产被恶意转移，非法侵占，证据确凿，我要让苏婉和她全家净身出户。去市中心。你小子是不是疯了？电话里说的那么吓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看看这些，保时捷911 GT3 RS 二手车合同，售价210万，一次性付清。这车不是你婚前全款买的宝贝铂吗？怎么贱卖了？往下看。今天下午2点10分，多笔资金汇集到你账户上，总计120万。下午2点35分，该账户向苏强跨行转账120万，余额1.23元。苏婉他疯了吗？他刚确诊急性再山，这笔钱是你拼了命凑出来的，他转给他弟弟算怎么回事？市中心180平，全款，写他弟的名字。他弟弟结婚，女方要房，他让我去借高利贷给他治病。这已经不是自私了，这是要你的命。
说吧，你想怎么做？第一，我要钱，这笔钱是我卖婚前财产所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他未经我同意私自转走，法律上怎么定性？往重了说，涉嫌盗窃或职务侵占；往轻了说，也是不当得利、恶意转移个人财产。我要冻结那套房子，他们今天刚交钱，房产证没那么快下来。我要苏强明天去售楼处或房管局时，发现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了。没问题，只要你有资金流向证据，我明早一上班就去申请诉前财产保全，封标一贴，他住不进去也卖不掉。这是刚才跟苏婉对证的录音，他亲口承认钱给苏强买房了。老陆，苏婉现在是重症患者，你法律上还是她丈夫。如果你现在完全切断治疗费用，苏家绝对会反咬你一口，告你遗弃罪。到时候道德舆论和法律都对你不利。我明白，我不会给他留下这种把柄。我这就回医院，费用我会交，按最低医保标准缴床位费 ，VIP 病房和进口药全部取消。陆先生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？李护士，麻烦帮我办个手续，给苏小卷病房从17楼 VIP 无菌舱转到1楼普通8人房。陆先生，您开什么玩笑？苏太太免疫力极低，无菌舱是必须的，8人病房交叉感染风险太大了。靶向药全部停用，换成最便宜的国产基础药。这是我的签字确认书。我公司破产了，卡里还有5000块当做基础治疗费，如果不够就停药，出了问题我本人承担一切后果。好吧，明早查房的时候，护士长会安排给苏太太换病房。你们干什么？放下！碰坏了你们赔得起吗？17床苏婉对吧？麻烦你配合一下，收拾东西立马搬走。这张 VIP 床位已经安排给别的病人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老公交了120万，整个无菌舱我都包下来了，你们敢赶我走？信不信我投诉你们？麻烦你看清楚，你丈夫名下的医疗账户余额是 1.23 元，今天凌晨3点，他往普通账户存了5000块，并且签字取消了你的 VIP 资格，停用了所有进口靶向药和特护服务。不可能，陆远他不敢的，他怎么敢停我的药？赶紧搬走吧，8人病房在那边楼底，环境比较乱，你自己就注意点卫生。这新来的咋这么娇气啊？来这儿住的都是没钱的穷光蛋，装什么大小姐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强子救命啊！陆远停了我的医药费，把我赶到8人病房了，你快让他来见我！什么？姐夫真断了你的钱？他是不是疯了？好他个没良心的陆远！强子，叫上你爸，我们现在就去他公司闹。老李，终止和东华建材合作，撤回300万流动资金。赵总监，冻结非必要开支，公司进入战时状态。陆总，是不是嫂子的病情？她没死，但我的钱被她偷偷全款给她弟弟买房了。啊！陆总，不好了，你岳父岳母还有小舅子在楼下大堂闹起来了，说您为了养小三逼死绝症眷配。我操！偷钱买房还敢倒打一耙！陆总，我这就叫保安把他们打出去。慢着，老李，把他们请到2号会议室。另外告诉技术部，把2号会议室的监控探头全部打开，录音设备调到最高精度。陆总，您这是要关门打狗留证据。陆远，你个杀千刀的！我女儿半死不活，你把她扔出病房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们说法，马上打钱，不然老子死你公司里！姐夫，你那么大个公司，连几百万都没有吗？这么抠门，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说法，你们想要多少钱？把120万交齐，再赔50万精神损失费，打到强子卡里。哼，那120万我昨天已经交到医院，是苏婉自己转给了苏强。苏强，昨天下午你全款买下大平层，对吗？是又怎么样？那是我姐自愿给我的，你管得着吗？那是婉婉做主的。再说了，这点小钱你随便借借不就有了？所以你们承认，苏婉明知那是救命钱还转给苏强，并且你们觉得我应该去借高利贷补窟窿？对，你是男人，你不扛谁扛？你今天不拿钱，我们就不走。好，非常好。
我会追回120万。苏强名下的那套房子，1个小时前已经被法院正式贴上了封条，进入了财产保全状态。你说什么？房子被查封了？滚出去！接下来我们法庭见。我保证，你们苏家连一个钢镚都别想带走。喂，老陈。老陆，好消息，苏强那套房子10分钟前被法院查封了。查封只是第一步，打官司拖太久，变数太多。我要让苏强把这笔钱认成他自己的个人债务。妙啊！但这得让苏强亲自签借据，还得认那120万的账。那一家子是不聪明，可这种往脖梗子上套绳的事儿，他们会干？他们会的，因为比起欠债，他们更怕眼前这门婚事黄了。你准备一份借贷补充协议，条款得咬紧了，让他签了就跑不掉。剩下的戏我来导。强子，你别听那小子胡说八道，他以为他是谁？法院他开的，说查封就查封。就是吓唬谁呢？房子我全款买的，白纸黑字的合同签了，钥匙都拿到了。天王老子来了，这房子也是我的。天杀的，真疯了！我们的120万啊！陆远那个绝味头的，他怎么敢啊？喂，佳佳。苏强，你人呢？我跟我妈刚才去云静夫，物业死活不让进，说房子被法院查封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佳佳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都怪我姐夫，是他公司那边搞出来的烂摊子，把房子给牵连了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你说什么？误会。我找售楼处查得清清楚楚，人家说是因为你摊上大事了，大额财产纠纷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苏强，你听好了，没有房子，休想让我跟你领证，这孩子我也不要了，3天之内搞不定，咱俩彻底玩完。妈，佳佳要跟我退婚，她要把我儿子打掉，都怪你们，非惹陆远那个疯子干什么？找你姐，只要你姐以死相逼，陆远肯定会心软把封条撤了的。喂，17床。这是你今天的药，还有费用的催缴单。喂，妈，婉婉，出大事了！陆远把强子的新房查封了，佳佳现在要退婚打掉孩子，你快想想办法，赶紧让陆远把封条撤了。各位姐妹，陆远他疯了，他停了我的药，不管我死活，还把我弟弟刚买的婚房给封了。大家帮帮我，跟我去他公司讨个说法。婉婉啊，刚才陆总发了你们闹事的监控视频和你转救命钱的记录，现在圈子都传开了，这不是把陆总往死里逼吗？陆远，你够狠！找人往外放风，就说财海科技资金链断了，我快撑不住了，正到处砸锅卖铁凑钱。陆远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痛快话，丰田到底什么时候撤？坐下说，如果你们是来吵架的，现在就可以滚了。我等下还要去见2个催债的供应商。我们都听说了，你公司资金链断了，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了吧？咱们也别互相折腾了。你把封条撤了，那120万算我们借你的，以后慢慢还，怎么样？那是我救命的钱，是公司的流动资金。因为你们这120万的窟窿，我现在资金链断了。明天就有2家供应商要去法院起诉我，撤封条，做梦！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，房子拍卖，我拿回那120万不亏空。姐夫，你别冲动啊！佳佳说了，明天要是见不到房子解封，他就去医院奶胎。我求求你了，你给我留条活路吧。行，你想要房子可以。但我现在也被逼上了绝路，我必须给我的合伙人和投资人一个交代。签了他。借款本金120万，借款人苏强，鉴于资金占用导致人公司濒临破产，本借款定性为高息短期过桥资金，年化利率20%，还款期限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日内连本带息一次性还清，若逾期，名下所有资产强制执行列入失信名单，外加每日5%违约金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3天还清120万，我
被去哪儿弄这么多钱？你就是抢劫！是抢劫还是救命？你们自己选。这份协议我要拿去给我的投资人看，我得让他们知道，这是我放出去的高息短期贷款，3天后就能连本带利收回来。只要你今天签了字，摁了手印，我立马给法院打电话，申请暂时解除对那套房产的保全。你明天就可以带着佳佳去新房量尺寸。至于3天后，如果你还不上，按照协议，那套房子作为抵押物，直接归我进行变卖。只要房子还在那儿，这笔账平了，我也不会真把你送进局子里。我签。强子，你看，老陈，苏强已经签了借贷确认协议，理由是双方债务已达成短期和解。明白，这就去办。行了，明天去量你们的新房吧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苏婉在普通病房已经昏迷2次了。你们房子现在也干净了，要不拿去抵押卖了，给他交医药费？一家人嘛，总不至于见死不救吧？水，给我点水。妈，你终于来看我了，快给陆源打电话，让他交钱，我好痛，我快要死在这里了。哎呦，婉婉，你快躺下，别乱动。妈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弟弟那套房子的封条被法院撤了。撤了？陆源，他把房子还给强子了？是啊，那小子到底是怕了，你妈带我们去他公司闹了一场，他立马就怂了。强子今天上午都带佳佳去量房了，下个月就领证。妈，既然房子拿回来了，你们赶紧把它抵押了或者卖了，随便凑个8、90万就能把我接回 VIP 病房。医生说了，我再不用药就要得败血病了。婉婉啊，这怎么行啊？你是不是烧糊涂了？那房子是强子结婚用的，佳佳肚子里可是咱们老苏家的金孙，卖了房子，佳佳明天就打胎。妈，那是我的救命钱，是我偷偷转给强子买房的钱。现在我快死了，你们有房子了，救救我的命都不行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你是当姐姐的，为弟弟付出点不是应该的吗？你是陆源老婆，他就是去卖血借高利贷，也该把你这病治好。就是啊，婉婉，你在这儿先忍忍。陆远平时那么疼你，他肯定会去借钱救你的。咱们不能动房子，那可是你弟弟的命根根啊！出去，婉婉，你别生妈的气，妈也是为了叫你们滚出去！真是不识好歹，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呀，陆远。佳佳，你看这儿打一整排定制衣柜，那边放大床，阳台给你喝下午茶，好不好？算你还有点本事。前几天看门上贴着法院封签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你骗我呢。我姐夫跟我闹着玩，那120万本来就是我姐自愿给我的。那借款合同没问题吧？电视上说这种字不能乱签的。能有什么问题？那是自愿赠与，大不了让我姐去1哭2闹3上吊，她一个大男人还能收走小舅子婚房？老陆，你这心理战打得漂亮。苏强一慌，协议看都没看就签了。他不是没思考，是笃定我不敢动他。他们习惯了道德绑架，我偏要用最残酷的商业法律把他们一点点敲碎。明天下午5点，期限一到，120万本金加利息和违约金，足够让苏强喝一壶的。证据链已坐实，时间一到，我立刻申强制执行立案。不仅如此，等这套房执行完，我还要以不当扬利起诉苏婉，追讨他这3年转移的近50万。老陆，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啊！如果我当时心软，现在等死的就是我。既然他们喜欢那套房子，我就让他们抱着房子一起沉进地狱。老陈，时间到了，收网。就定这个豪华游艇的套餐，得有牌面。刷卡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您的卡显示交易失败，提示罚款行拒绝交易。可能磁条坏了，刷这张吧，里面有2万块彩礼定金。先生，这张卡也提示状态异常，被冻结了。不可能，你这机器是不是坏了？我直接扫你。怎么了？卡怎么全被冻结了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苏强，苏强，你个混蛋，你到底瞒了我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别动我的房子，这是我的房子！苏强是吧？房子进入司法拍卖程序，
你的高铁飞机权限已限制，名下资产即刻冻结，请配合，否则采取司法拘留措施。陆远，你个没良心的，骗我儿子签高利贷抢房子，你是要逼死我们全家！大家评评理啊！我女婿是云环泰科技总裁陆远，现在我女儿绝症等死，他不仅断了药，还在外面养小三儿，为了逼离婚社区坑我儿子婚房。这男的怎么这样？揭发妻子得绝症就抛弃？查他！兄弟们去他们评论区冲了他！陆总，出大事了！现在全网都在网暴你，咱们官方账号瘫痪了，再不发声明，公司信誉全完了。辟谣？为什么要辟谣？老李，通知公关部什么都不要做，让技术部把他们闹事的视频在后台加热，我要让全城人都看到。陆总，你疯了吗？让他们先跳，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打倒无良老板，把绝症原配的救命钱交出来！我要你们血债血偿！各位好心人啊，我姐真的快不行了。陆远那个没良心的，为了外面的女人，不仅拔了我姐的氧气管，还骗走了我的婚房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呀！太不要脸了！这种人渣怎么还不去死？大家一起打市长热线举报他，让他身败名裂！陆总，请问网上说你抛弃绝症妻子是否属实？你骗取房产的依据什么？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丧尽天良的，你还敢出来把我女儿的命还给我！各位媒体朋友以及网友们，在过去的4个小时里，我们星海科技遭受了严重的网络暴力，我本人也被冠以了莫须有的骂名。难道不是吗？你敢做不敢当？别着急，你们不是要真相吗？那我今天就让所有人都看看苏家到底是一群什么东西。放！这是3天前我名下账户的流水。为了给我妻子筹集骨髓移植手术费，我卖掉了婚前全款的保时捷跑车，抵押了代步车，刷爆了信用卡。但是我的妻子苏婉把这笔钱1分不剩的转给了刚才在你们面前哭诉的苏强。你胡说，那是伪造的！伪造？银行的印章在这里，你要不要报警验一验？但这还不是最精彩的，大家请看下一段视频。这套市中心的180平大3居全款拿下，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。为了我的命，他去借点高利贷怎么了？反正不能委屈了你。我操！拿老公救命钱给弟弟买房，还让老公借高利贷，这女人疯了吧？不，这不是真的，大家别信他，这是他用 AI 合成的。还没完呢，把他们在2号会议室的精彩表演也放出来。那是婉婉做主给强子的钱，你自己再去找人借个120万去交手术费不就行了？你不借高利贷，难道眼睁睁看着强子结不成婚吗？今天不拿钱，我们就不走！别拍了，别拍了，你们侵犯肖像权！各位，苏强恶意侵占财产并违约，法院已于今日上午正式对其房产查封，并启动强制拍卖。苏强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账户全被冻结。针对今天苏家3口的恶意诽谤寻衅滋事，我们已经报案，警方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你好，是我报的警，这3人聚众闹事网暴，这是证据，带走，回去接受调查。姐夫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！误会啊，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法庭上跟法官说去吧。据最新消息，涉嫌诽谤和寻衅滋事的苏某等3人已被治安拘留，苏某房产被强制执行。真没看出来，长得人模狗样的，偷老公救命钱给弟弟买房，简直潘金莲在世。护士长，我们要求换病房，跟这种人住一间屋子，太晦气了。苏婉，你账户里的钱今天下午全扣完了，如果不输血抗感染，你活不过周末。要是今晚再缴不上费，明天一早只能给你办强制出院。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老公有钱的，你们去找他要啊。是你自己偷了救命钱，陆远已经中断垫付，你唯一的出路是找你娘家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弟弟在拘留所，没手机了。佳佳肚子里有苏家骨肉。喂，佳佳，我是姐啊，你快带点钱来医院救救我。强子被抓了，你赶紧拿彩礼钱救我，只要我活下来，一定让陆远把房子弄回来。闭嘴吧，你还有脸打电话？你们一家子诈骗犯，苏强成了背100多万债的老赖，还想让我拿钱救你？做梦去吧！佳佳，你肚子里还有强子的孩子。孩子，我刚才在医院已经打掉了，彩礼荷包全卖了，跑路了，让苏强死在牢里吧。不
行，我不能死，去找陆远，只要我跪下求他发誓，他每次都会心软的。陆总，简直了！直播发酵后，3家顶级风投主动联系 ，A 轮融资估值直接翻倍。陆总，楼下有个女人说死也要见您，她看起来快不行了，自己爬进电梯上来了。陆远，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签了它，然后滚出我的视线。你好狠！保安，报警，告诉警方有个涉嫌转移巨额资产的嫌疑人骚扰我。陆先生，是您报的警吗？辛苦了，这个女人名叫苏婉，涉嫌盗窃并恶意转移我婚前个人财产高达120万，我已向法院提起诉讼。她今晚擅自闯入骚扰我，麻烦你们把她赶带走。我不签，我死也不签！陆远，你休想甩掉我！我死了也是你陆家的鬼！你必须出钱给我治病！苏婉，你的法律常识匮乏的令人发指。你以为你不签字，这婚就离不掉吗？苏女士，根据民法典，一方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严重损害夫妻感情的，应当准许离婚。更何况你转移的是救命的婚前个人资金，不管你签不签字，这官司我们赢定了。财产分割时，法官会判你少分甚至不分。你不仅要吐出120万，还会净身出户。这不是真的，你们骗我！我的房子，我的钱，我把青春都给了你啊，陆远！留着你的青春去跟阎王爷讨价还价吧。行了，别在这儿闹了。自己偷了救命钱给弟弟买房，现在还有脸来纠缠人家？走吧，回局里做笔录。法院那边的执行程序能再加快点吗？放心，苏强现在被关在看守所，属于拒不执行的现行犯，最迟后天那套房子就会上司法拍卖网。苏强，出来，你的律师和家属来看你了。爸，快救我出去啊！这里面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，那个光头晚上睡觉还打我。强子，律师说合同受法律保护，你欠陆远150万，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拍卖了。不行，那是我的婚房。佳佳呢？她怎么没来？让她拿彩礼钱先帮我垫上啊！别想他了，下午看你出事，他去医院把孩子打了，彩礼和包也卖了，现在人已经跑了，他还把你拉黑了，亲戚都通知遍了，说你是个背了100多万债的老赖，这辈子翻不了身了。不可能的，强子。律师说了，你这属于恶意抗拒执行。如果拍卖的钱不够还陆远，你最少被判3年啊！坐牢？爸，我不要坐牢，你们救救我！你们把老房子卖了，把钱凑齐还给陆远，我不想坐牢啊！卖！明天苏婉惹的祸，等你出来，我非去医院找他算。水，给我点水。到了地方自然有水给你喝，现在先安静一下。苏婉，知道为什么把你转到这边来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去闹事，你们帮我劝劝陆远，我是他老婆，他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收起你这一套，我们现在跟你谈的涉嫌重大刑事犯罪。犯罪？我转移的是我老公的钱，结了婚他的钱就是买套房子，怎么了？这顶多算家庭纠纷。看来你对法律一无所知，我给你普法。第一，这笔钱是陆远变卖婚车跑车所得，属于个人财产。第二，这是具有特定用途的医疗救命款，你却私自转移给苏强买房，主观上你存在非法占有，将会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不，我没有偷。你们去抓苏强，钱是他拿去买房的，房子写的是他的名字，抓他！苏强我们已经抓了，你们姐弟俩一个都跑不了，你符合取保候审，但限制离开本市。老陆，经侦大队传来消息，苏婉一口咬定是苏强怂恿他转账，把锅全甩给了他亲弟。这2年，苏婉以买包做美容为由刷走50万，全转给了苏强。老陈，我要你明天追加起诉，起诉苏强不当得利，返还这50万。他拿什么还？他没有，他父母有，他们还有一套60平的老房子。老陈，你找几个靠得住的朋友，去二手房市场放点风声，好好压压价，让他们再被割一刀。交给我去办。咋办啊？强子在里面肯定要挨打的。还能咋办？卖房，砸锅卖铁也要把强子捞出来，拿上房产证去中介。大爷大妈，卖房啊，请坐。我们急用钱，你看看能卖多少？房龄30年了，您要是3天内全款，我只能找炒饭，最高70万。70万？你抢劫啊！我房子值100万。您要是觉得低，出门右转问问别人能不能3天给现金。好，70万就70万，今天立字据。姐夫，我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！我不想再回那个地方了，那里根本不是人待的。我们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筹到钱了，这里有75万，是我们老两口砸锅卖铁凑出来的。陆远，这钱你先拿着，剩下的40万，我们让强子出来之后打工慢慢还你。你赶紧让他们把强子放了吧。75万，陈律师，麻烦你给这2位法盲普及一下，他们儿子现在到底欠我多少钱？苏强欠的钱分4笔，本金120万，利息加追折金8万5，诉讼相关费用12万，外加不当得益52万，加起来将近200万，并且
苏强名下云景台的房产拍卖款扣除税费后，最多抵交100万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还欠陆远将近100万。至于这75万，非常遗憾，这笔钱一进法院账户就会被系统自动划走，填补利息和不当得利的窟窿，离刑事谅解书的标准还差得远。陆远，你这是抢劫！苏静，原告方主张的债务、利息及不当获利均有转账记录和苏强签字的协议支撑，完全合法。陆哥，姐夫，我求你了，给我留条活路吧！我姐呢？让我姐来求你，你那么爱她，你不会这么绝情的，对不对？你姐放心，她的下场绝对比你们更加精彩。退庭！爸爸，救我！我不想回去。我的钱，我的老本啊！陆远，你把钱还给我！苏老太太，请你注意言辞，这笔钱是按规定处理，你们如果再敢胡闹，后果自负。二位，善恶终有报，真以为这世上没人治得了你们？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苏婉现在涉嫌盗窃罪，关在羁押医院里。为了减轻罪责，他在笔录里把黑锅全推给了苏强，说是他逼的。爸妈，救救我！我好痛，带我回家！救你！我恨不得掐死你这个扫把星！你为什么要害你弟弟？你为什么对警察说是强子逼你偷的钱？都怪你！为了你弟弟，我们老房子卖了75万，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了。什么？房子卖了，钱被扣了，全都没了，都是因为你！你为什么不早点死？滚！全是你们逼我的！我为了你们连命都不要了！你们现在让我去死？干什么？这里是监护病房，在闹事直接处理，出去！苏婉，你就烂在这儿吧，我们就当没生过你。全体起立！现在宣布结果。苏强明知资金系他人特定用途的巨额财产，仍恶意接收用于购房，同时多次试图转移资产，拒不履行应尽义务，两项合并，决定执行3年0 6个月，并处罚金。名下房产按规定处置，所得款项全额优先偿还陆远债务，不足部分后续继续履行还款义务。5亿融资，估值突破30亿，100亿复衡候补了。对了，他们那一家子怎么样了？苏强在监狱装病被关禁闭，写了血书求免债，让他做梦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诛心才是一辈子。他父母呢？老两口在垃圾站附近流浪。对了，苏婉前天走了，骨灰被随意埋了。你把强子救出来吧！把房子还给我的女婿，给我钱！神经病，滚开！既然敢拿我的命填玉鹤，我就亲手掘开你们的坟墓。